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晶晶。今天我们会带大家了解 Super Linton 它的外观跟单体设计，还有它8寸的低音到底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差异呢？还有我们的扩大机应该怎么搭配啊？还有多大的空间会比较适合？以及今天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让人回家直接摆错的 Super Linton 它的3大黄金设置规则。那如果你正在考虑这一对喇叭，这支影片记得先收藏起来哦。那你身边如果已经有人先买了，却从来没有检查过喇叭的左右有没有放对，也请立刻把这支影片传给他，帮他省下一笔升级费。我们先从外观开始 ，Super Linton 它延续 Wafdire Heritage 系列最具代表性的英伦复古设计，还有大面积的木纹贴皮啊、复古网罩，再搭配大的箱体比例，放在客厅里面更像是一件有质感的家具。对于很多家庭来说，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一对喇叭，它不只是要自己听得开心，也要可以自然融入居家的空间。不过大家千万不要被书架喇叭这个名称给骗喽。Super Linton 它的箱体是非常有分量的，它单支重量就高达26公斤，而且箱体呢又宽又深，加上原厂脚架之后，实际占用的空间已经非常接近小型的落地喇叭。它不是一对可以随便塞进书柜啊，或者是放在电脑桌上，它需要正式的脚架，也需要帮它保留适当的空间。Super Linton 它是标准的3音路3单体设计，简单来说就是高音、中音、低音分别是交给不同的单体处理，有点像是一家分工正常的公司。高音就处理高音，那中音专心照顾人声，低音则是负责把整个场面撑起来。3音路最大的优势就是音乐变复杂、音量变大的时候，它的声音比较不容易全部都挤在一起。在鼓声还有低频大量出现的时候，中音单体它仍然可以专心的去处理人声，那你可以同时听见鼓声的重量，还有人声它的表情，那以及其他乐器的位置。那对于喜欢人声啊、爵士、摇滚或者是大编制音乐的人来说啊，这个差异会特别的明显。高音部分采用的是丝质软半球高音单体，那它真正的目的是让高频它的可以扩散的更均匀，那中高频呢，它会衔接的更自然，让细节听起来呢却不会刻意的强调，那长时间听你也比较耐听。播放女生的时候啊，你会比较容易听到歌手的嘴型啊、换气跟尾韵，但是不会有刻意强调齿音的感觉。播放钢琴啊，或者是弦乐的时候，乐器它轮廓它会更清楚，但是声音它依然保有柔顺的耐听的特质。那你听到琴键落下的清楚感，也保留琴声的厚度。中音单体则是由独立的 Kevlar 编织单体负责哦。Super Linton 它并没有把 Wafdire 原本温润啊、厚实的英伦声底完全拿掉，它比较像是在原本的音乐性质之上呢，再补上更多的清晰度、那开放感还有现代感，保留原本更好听啊、耐听的个性。但在细节啊、速度还有音场上的表现呢，又更加的完整。Super Linton 它第一个重点就是低频，采用8寸的 Kevlar 编织的低音单体，那搭配大尺寸的箱体啊，它可以让产生比一般小型书架喇叭更完整的低频规模。那看到8寸低音单体呢，有些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哇，这个低频一定是非常多，但是低频呢不是越多越强，就代表表现越好哦。真正重要的是啊，当你播放大鼓啊、bass、低音提琴或者是电影配乐的时候，它能不能同时兼顾重量、延伸跟控制力？好的低频，它不只是要有量感，更是要有层次还有轮廓。听爵士鼓大鼓打下去的时候啊，你不只会听到嘣的一声，你还会听到鼓皮的冲击啊、后面的空气量以及低频往外扩散的包覆感。那这个就是8寸低音单体跟一般小型的书架喇叭最容易让人感受到的差别。另一个从外观看不到，但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分频器还有箱体控制。Super Linton 它将低频线路和中高频线路分开的配置，简单来说，就像让不同的部门各自处理自己的工作，不要全部都挤在同一张桌子上面的互相干扰，各自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，整体效率自然就会提高。这样有助于降低不同频段之间的影响，让声音背景更干净，层次也会更加明确。箱体本身也透过复合结构跟阻尼设计，降低不必要的箱体震动啊，因为一对喇叭真正应该发出声音的是单体，如果箱体共振的太多啊，就像是歌手他在唱歌的时候，旁边他还站着一个人一直在跟着哼哦，但是他又哼不准。当箱体控制的好，低频它就会更干净，那人声跟乐器的定位也会更稳定。原厂在调整中高频扩散跟衔接的时候，它也把网罩的结构计算在里面哦。保留网罩，它可以让高频绕射还有不同
同单体之间的衔接更加的平顺。如果先不谈规格啊，只谈实际的听感，我认为 Super Linton 它可以用3句话来形容。第一个是人声有厚度，第二个低频有分量，第三高频比传统复古喇叭更开放也更清楚。播放女生的时候啊，人声会保有一点的自然距离、厚度和温度，那嘴型也是很清楚的，但是不会太尖锐，换气和尾韵都可以听得到。长时间聆听呢，也不容易疲劳。听爵士或是老歌的时候啊，就是它最容易让人喜欢的地方。萨克斯风它有厚度，钢琴呢它也不会太硬，贝斯有完整的形体还有重量，那它会保留音乐的韵味啊，让人愿意一首接着一首继续听下去。那播摇滚或者是流行音乐的时候，8寸的低音它的优势会更明显。鼓声有重量，贝斯它有下盘，音量开大之后，声音它也不会立刻缩成一团，不会音量一大，所有歌手就突然集体站在同一个位置。即使呢低频能量增加，人声它还是可以稳稳的留在音场中央。换到古典乐或者是电影配乐啊 ，Super Linton 它会展现出比一般小型塑胶喇叭更大的音场规模，那你会比较容易感觉到舞台的宽度、深度以及不同声部之间的排列。虽然呢它不是大型的落地喇叭，但是整体的气势呢已经非常接近小型的落地喇叭表现。这也是为什么呢它明明被归类在塑胶喇叭，实际听起来却常常不像一般人印象中的小型塑胶喇叭。先等一下 ，Super Linton 买回家之后，它不是插上扩大机，随便一放，按下播放就一定可以听到它真正的实力哦。往噪、左右声道、内倾角度，只要有其中一项放错，音场、人声还有高频平衡，它都有可能受到影响。所以在正式试听之前，你一定要记住哦 ，Super Linton 它的3大黄金设置规则。第一，确认左右声道有没有放翻；第二，让喇叭稍微朝向聆听的位置，提升人声定位还有接相；第三呢，和后墙保留适当的距离，避免低频呢过于堆积。只要你把这3项细节做好，就可以让音场更自然，定位更精准，也会更容易听出 Super Linton 它真正的实力。但如果你觉得人声很散啊，歌手他的嘴型不集中，音场中央好像一个洞，那你就把2只喇叭再往内转一点点，那增加它的内倾角度，通常可能可以让人声的定位更加的集中。那原本歌手可能像是在客厅里面边走边唱，你在调整完之后才会比较像是愿意站在舞台的中央。如果你觉得高频太直接太亮，听久容易疲劳，那你就稍微减少内倾角度，让喇叭稍微往外打开一点点。稍微往外打开，通常呢可以让高频更自然，音场也会更宽。如果声音很宽，感觉到墙面都有音乐，但是人声始终站不稳，那乐器它定位比较模糊，代表呢你内倾角度可能还不够哦。这个时候你就不要一次转太多。完成3大黄金设置规则之后呢，再来调整喇叭和墙面的距离。你第一次摆放的时候，你可以先让 Super Linton 离后墙大概是40到60公分。那左右喇叭间距呢，你可以先从2公尺到2.5公尺左右开始。那再依照座位的距离和房间的比例微调。如果觉得低频太多啊、太轰，你可以把喇叭稍微的往前移；如果觉得低频太少，声音比较单薄，你可以逐步的向后靠近。那建议呢，你一次调整5到10公分，再回到原本的座位重新听，会比较容易找到差异。空间方面呢，我会比较推荐放在大约是6到15平左右的客厅或者是聆听空间，这样的空间比较可以让它8寸的低音还有大箱体发挥规模感，又不至于太容易塞满整个房间。很多人看到这个是3音路加上8寸的低音，就会开始担心说，这个喇叭是不是很难推啊？是不是一定要搭配很昂贵的大后级啊？还是要再买一台重量跟小冰箱差不多的扩大机呢？那从规格来看哦 ，Super Linton 它并不属于特别刁钻的喇叭，一般具备稳定电流输出的综合扩大机就有机会让它唱得不错。如果你平常主要是听人声、爵士、老歌或者是经典摇滚，你可以搭配电源供应稳定的 AB 类综合扩大机，通常呢，你可以得到比较厚实啊、温暖，而且有肉感的中低频，人声也会更有温度哦。乐器呢，它也会比较有传统2声道的韵味。如果你喜欢现代流行啊、古典乐、无损串流，或者是希望声音的速度还可以更快，线条更加的利落，你也可以搭配解析力比较好的低类，或者是串流综合扩大机，操作方便，声音呢也会更加清楚直接哦。你只要手机点一下就可以播放。不过呢，选择扩大机它不能只看面板写多少瓦哦，不是数字越大就一定会推哦。实际的电源设计呢、电流输出、空间大小以及你的聆听音量都会影响最后的结果。
入门的搭配款式是推荐 Win 的 Amp Ultra， 还有 Ever Solo Play。这类搭配的优势是功能完整、操作方便，串流、电视还有日常的音乐播放它都可以兼顾，非常适合希望系统简洁、不想要在客厅里面摆满一整排黑盒子的人。再来是均衡的搭配，有 NAD 的 C700V2， 还有 NAD 的 M10V3。这一集的搭配呢，在控制力、解析度、串流功能，还有整体的音乐性之间呢，会更加均衡，可以让 Super Linton 它低频更稳定，那中高频会更清楚。希望一步到位，兼顾音质还有便利性的人。进阶款的搭配有 NAD M33V2。如果不知道怎么搭，你也可以把空间大小、预算还有常听的音乐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直接帮你规划。毕竟扩大机的搭配呢，不是只看品牌、价格跟瓦数，还要看你的空间跟听音乐的习惯。那么 Super Linton 最适合哪些人呢？第一个，他是喜欢复古木纹还有家具质感，希望喇叭它可以自然融入客厅的人。那你不喜欢它只是声音好听，外形呢也可以通过家人的审核。第二种呢，他是喜欢人声、爵士、老歌、流行音乐或者是小编制的古典，从事温润耐听，但是又希望细节清楚的人。希望呢音乐它有温度，但是歌手的嘴型和乐器定位仍然是听得清楚。第三种呢是目前使用小型2音路书架喇叭，想要升级更大的音场，还有低频规模，却又不想要放大型的落地喇叭，让客厅看起来像是音响展。第四种是喜欢大尺寸低音的包覆感，但不希望声音只剩下红跟厚的人声。8寸低音的重量呢，也会希望它有速度、有线条。不过呢，它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哦。如果你的空间非常小，没有办法保留基本的离墙距离，那可能就有点不适合。它需要有一定的空间，它也值得你替它准备一个正式的脚架，还有合理的摆位。总结来说呢 ，Wafter Super Linton 它并不只是靠复古外形吸引人的喇叭，它真正迷人的地方呢，它是把经典英伦喇叭的温润啊、厚度还有耐听感保留下来，同时加入更完整的低频规模、更清楚的中高频，以及更符合现在聆听需求的声音表现。不管是人声、爵士、摇滚、流行乐，甚至是古典，还有电影配乐，都有足够完整的表现。它也不是一对追求第一秒就非常刺激、非常炫技的喇叭，而是让人长时间愿意听下去的特质，才是 Super Linton 它真正迷人的地方。如果你对 Super Linton 感兴趣，欢迎你带上自己最熟悉、已经听过好几百遍，连哪一秒歌手要换气都知道的歌曲，亲自来到我们英格兰家居门市现场试听。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还有任何扩大机搭配啊，或者是空间摆位，或者是音响规划的问题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我是基金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